身为领导人，如果不破风也不行。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说上银科技很早就布局，看起来蛮顺利的，其实没有。日本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服从长官的部分，表面上看起来都很认同，事实上不同的想法他们并不太会表达出来。如何去找到一个稳定的核心？因为很多上市公司它会有营业额的压力，它可能会去想其他的，可是上银科技始终如一。我们有一个画面很美好，当我回到生活的现实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是不可行的。结束这项产品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还蛮舍不得的。2008、2009的时候，不管我多早下班，那个工厂灯都是暗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破风者，我是主持人涂峰恩。你可能会好奇，破风者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邀请来台湾顶尖企业乘风破浪的佼佼者，如何在逆风中持续前行。破风者的第一集，我们选择了一个真正代表台湾制造精神的故事。今天的破风者，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2位重量级来宾：上银科技的董事长卓文衡以及总经理蔡慧清。大家好，欢迎来到破风者，我是涂峰恩。今天的破风者，我们邀请到的是上银科技的代表，2位重量级的来宾：上银科技的董事长卓文衡董事长以及总经理蔡慧清总经理。欢迎2位。各位天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银科技的卓文衡。大家好，我是破风者，我是蔡慧清。我想先从卓董、衡董开始聊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2019年是对上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中美贸易战打得正热，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经营企业上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时机。衡董在那时候经历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你要接下这个企业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当时在什么情境下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你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我想我在上银科技以今年来看大概30年了，那2019其实大概我在那边已经大概24、25年了。那其实上银科技已经成立到现在大概35年的历史，我们的方向愿景一直是在那边。那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是朝着我们的计划方向来去走。2019到2020那段时间刚好就是疫情正要开始的时候，我想台湾在疫情那段时间控制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那可是像我们海外的部分，意大利在疫情的初期就是非常的严重。那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产品有用在这些医疗的上面，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意大利子公司持续的运作等等，这个都对我刚开始接班来说，这个是对我来讲算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的部分。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我最好想问你，因为刚刚是单方面的讲法，一种有不同的观察。是，就是说其实那时候没有错，那个董事长他很快就是做了很多的决策。那事实上意大利就封城锁国的时候，我觉得身为台湾的品牌，我们有做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在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就是空运送过去那个微型的那个线性滑轨，它是放在那个医疗的设备上，所以我们意大利的同事他们有在 FB 上有分享说，我们就在这里为您服务。那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台湾产业在世界是无所不在的，那其实在这个关键时刻真的是台湾 can help。 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想要分享。不过回过头来想请教一总的是说，您在上银非常长的时间，您接总经理是200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蛮关键的契机。对，2008年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头的时候就说我是破风者，其实2008年的时候那一年我50岁，然后就是刚好是世界金融海啸。身为领导人，如果不破风也不行，所以你下意识的你就是要成为破风者。那其实谈到衡董也是2019他接班的时候也是50岁，他是50岁。
然后都是人中生的一美贸易个很重要战的这个对，我觉得这阶段是我们创办人总裁给我们很大的考验。他认为说，你就是在环境最艰难的时候，可以去验证体验你的经营团队的能力，这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历练嘛。但就你的观察，就是说您担任总经理这个角色，看到公司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世代交替，就是从左总裁交办到恒董，那对很多公司来讲，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其实恒董他接班，我觉得那是水到渠成。因为他在公司已经训练很多年，如同他刚刚说，大概要20多年了嘛，哈，他跟所有的干部啊，对我们这些老的资深的员工都很熟悉，对。但是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总裁他是创业者嘛，很多的台湾企业家都蛮类似，就是属于比较威权式的领导。好，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向上管理就会不一样。因为以前总裁他就是我们的整个对他，然后他整个组织的运作会 drive 的力量会比较来自于总裁。好。可是恒董他是参与式领导的风格，他就会比较想聆听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先把时间啊，我会把做更多的经营企划，然后把就是很多的方案准备好，然后他让恒董可以做一个很快速的决策的选择，是我们向上管理的风格不一样。那对于团队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这的确很有意思，就是说刚刚易总谈到的这样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整个文化不同世代之间的年轻一辈的领导人，他们可能比较习惯的，的确是您所说的这种参与式的领导、服务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好奇，就是说恒董在接班之后，你们两个的分工是怎么样？你们有特别谈过我们应该怎么样新的局面怎么样分工吗？还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形成的？其实我们的分工合作是真难，这是很自然成型，是因为以前恒董他担任执行副总的时候，我是总经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开会的，所以我熟悉他的 handle 的项目，他也熟悉我 handle 的项目。那如果要比较就是要特别把它去形容的话，我扮演的角色所驱动的组织的能量是比较隐性的，然后恒董它是比较显性的。譬如说他会比较着重在就是制造的产能，因为你要满足顾客的需求，还有业务的绩效，还有财务端的那个达标这个部分，就它是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会在品牌行销跟就是 team building 就是教育训练，然后就是尤其是团队的建立之外，就是我们世代接班需要一些就是 key talent， 就是关键人才的一个培育。那我们成就一个梯队，我们现在将近有700-800位都是年轻人，新世代的，都是算我可以说他是年轻的大军呐。那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精神。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投入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听起来这个上银在接班传承这个方面，不只是最高层其实有一套计划，连这个基层的员工其实很早就有一个不断的培育新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那边。我们通常不会讲接班的，我们通常会讲接班梯队。接班梯队，因为第一个，你年轻的世代，他未来还是会成熟嘛，他还是要承担责任嘛，所以你接班的梯队，你可能会从那个年轻的世代开始，初阶的主管，然后中间的主管，然后再是高阶主管，然后到更高层的经营者。这是应该是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步一步要这样子不同的历练上去的。但我还是想回来问，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比较正面，就是看起来蛮 smooth 的这样度过了当时的危机。但从你们回头去看，当时2019对于上银最大的冲击是什么？我想上银科技在这些原本这个传动定位的产品算起来算是非常成功那但是因为这项产品的成功，造成这些行销体系上其实也有一些包袱。当开始要在转型往一些机电产品一些服务性的产品来去走的时候那在销售的部分，或是这些经销商或是子公司这边你要做一些转型上面，包含在我们的组织里头这些海外的子公司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协助他们去
突破这一块其实也要花蛮多的这个心力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包括说，比如不管是刚刚讲的外部的一些合作的单位，或者是海外的子公司。其实就像刚恒董谈的这一块，就是总部这边，因为毕竟是总部就是领头羊嘛，然后也是很多政策达标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那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时间是在做沟通，因为不管是经销商或者是子公司，他们已经进入那个舒适圈，但是问题是产业的变迁是很快速的。那尤其竞争者我们会有很多的竞争的，除了是日本跟德国之外，后来的话就是中国也是来势汹汹。那第一个就是要给他们很多的沟通，就是危机意识。那我们就会开始把同业的状态全部就是去做竞争者的分析，然后把那个状态让所有的伙伴，不管是子公司或是经销商去了解说，其实不开始转型不改变的话是不行的。好，那再有就是总公司就要派团队说去协助他们，就是很多教育训练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开始。因为你产品的应用端原来只是单元件嘛，滚珠螺杆、先进滑轨，可是你变成就是模组件跟系统件，而且从工具机延伸到半导体的时候，这个机电整合的话，产业的知识的累积，它不是一短时间可以成就的。所以，而且后来又碰到那个 COVID-19， 所以这边时间坦白说蛮辛苦的。可是上影科技有一个特色，就是越艰困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训练越多。即使是2008年那时候金融海啸，2009年海啸，我们那时候投入的教育训练经费反而增加没有减少。那在2019的 COVID-19 的时间，我们也都在投入教育训练，所以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就是不断的沟通。就大家这个业务很忙的时候，会觉得赚钱都来不及了，是，但正好是有挑战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大家共同有危机意识，然后共同来成长的一个契机。是。那我们在会前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刚才也提到，比如说上银在意大利也有你们的这个子公司，在德国、美国，其实跟我们文化很不同的这个团队沟通。我想听你们谈谈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或是障碍？其实这个最重要的是经营者的企图心跟决心。那我们很庆幸，就是说我们的创办人周永才总裁在那个创业的时候就决定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其中我们有把经营呢定调在2个核心的主轴，一个是研发创新，一个就是自有的品牌。那你要全球布局的话，以一般来讲 B2B 的工业产品，你大部分你不会做自有的品牌，你都会做就是 ODM 是 OEM。可是上一开始就是虽然是 B2B，那现在我们很强调 B2B2C 的思维，可是就是用自有的品牌。那这里面呢，研发创新很重要，是第一个，除了产品之外，你要生产的设备也很重要，因为否则你如果都买日本、德国的生产设备的话，我们的制造成本就会很高。可是你又要全球布局，如果刚董事长谈到，就是台湾的这个就是市场规模比较小，你一定要走向全世界，这是唯一的目标。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强调价值。可是当你是 Made in Taiwan 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先卡住，就是你就是 Made in Taiwan 的品牌。那你能做的是什么？你就是一定要回到内部管理的本质。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董事长谈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专用机团队。这专用团队就是我们一群人。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他如果把它抽离出来，就如同一家机械设备厂。我们有那样的规模跟那样的能量。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全球布局的同时，你后方的后勤呢，就是要有很好的力量。那这些也是一路走来，就是让团队都朝这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以为说上银科技很早就布局，然后好像看起来蛮顺利的，其实没有。那我觉得最难是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就是你说日本跟韩国、德国跟意大利，他们每个的民族性跟他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那这里面我们只能说台湾人的韧性还蛮好的。真的，我就看到这么多国家跟这么多的海外同仁互动，我觉得台湾从小到大被训练的
多元性跟多样化，其实蛮好的。是因为台湾也是早期就被不同的民族所曾经领导过嘛，哈。反正这是台湾本来是一件很感觉上历史的悲情，可是现在回头来看，它是一种养分，好。然后我们去面对不同的民族跟同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弹性会很不一样。那这样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沟通，然后要同理心，好，就是去想对方的想法是什么。要有耐心。对，我要先讲到这里，先让董事长补充一下。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我怕我讲太多。你要处理这么多不同的子公司也好，不同地方的工厂也好。我想刚刚易总也说不同子公司、不同的这些国家，它的文化都不一样。我刚刚也讲到日本日本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服从这个长官的部分所以当然就在这宣达一些政策、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底下的同仁主管都是表面上看起来都很认同可是事实上可能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其实他们并不太会表达出来。其实台湾包含也是会有类似这种状况我想怎么样在这些各个场合让这些子公司了解外在的环境以及我们的一些方向想法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沟通上面可能对不同的文化上面，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要比较注意到的部分。我觉得这对很多现在想要出海去全球布局的企业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提醒我想回来谈刚刚讲2019当然是一个全球贸易战、美洲贸易战的一个高峰。那我们现在在录影的这个时间点2025年又好像重新又再重演一波这个贸易战又要上演了你们怎么看呢？你们内部，我想上银内部一定有针对这种情况有很多的讨论。你们怎么看2025跟2019的差别？好，这2025其实2019中美贸易战开始那当然以现阶段来看这个对等关税这一块范围不只是中美贸易战，这范围又更大了。以现在来说上银属于机械性的这些产品，那现在开始走这些机电的这些产品，那为什么我们会朝这些方向走呢？其实我们长期针对接触这些第一线的不管是这些客户或是这些展览的部分像我们全球这个各个产业的展览就超过100多项。在2011年梅克尔在讲工业 4.0 之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会场像这个 Fraunhofer 如同这个德国像台湾的工研院等等这些研发的法人机构，就把我们的螺杆里头埋了很多这些 sensor 等等。我们看了在展览会场看了很多这些研发单位或是公司开始有这些，我们就在思考为什么人家朝这个方向来去走。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德国的这个客户他也有一个困扰这个设备上面因为它24小时不断运作，产品运作，可是这个尺寸精度开始要劣化，甚至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来去做调整。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预先能够去察觉到这一块那综合这些第一线客户方面他的这些痛点等等我们开始发展我们的这些智慧螺杆。所以在面对这些这个环境变动很大的这些变化的时候，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些前端的这些长局布局上面其实我们就开始有这么走了。包含现在汇率的问题我们在进口我们的一些原料等等这些零组件的时候，我们也是用着同一个币别的方式来去进行。那一入一出其实也可以抵消这个汇率波动造成的一些损失等等这些长期的这些方向以及这些制度，大概我们就是来去应对这比较未来一些不确定，不管是中美贸易战汇率风险等等我想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这一块。我
们看这几年上银的新闻，的确让人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很懂刚刚描述的，其实上银在做一个很全面的转型，跨出去了很多新的领域。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全球布局之外，整个产业的这个面貌其实都做了很大的改变。主持人刚刚谈到就是2019年跟现在2025年的差别，同样都是川普嘛，对不对？好，可是这一次的川普的关税它是全球性的，对，所以这个全球性它变成是说，我们会比较着重说，那我的竞争者是谁？是日本跟德国。所以如果我要同样还是跟日本、德国有竞争，而且要有竞争力的话，关税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去克服。所以其实那时候4月3号这个新闻曝光的时候，我们隔2天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总动员了，就总裁啊，还有恒董，还有我，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几个高阶主管，我们就开始沙盘推演。就是说从2019然后到现在2025，然后这个情况，那如果他现在还是要32% 的关税的话，那我们打算怎么做？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在美国芝加哥设厂，所以第一个我们对应到美国去的话，就是我们的子公司。可是子公司跟台湾总部这边，其实我们是合并报表，因为是上市公司嘛。那我们就会去推演说，好，那如果是就是进口说关税几个%，那是由子公司或者是台湾总公司来去吸收。那目前来看，我们有自己就是模拟过，如果关税还是这么高，那到底我们 EPS 会影响多少？那我们就要去挑战说，至少我 EPS 不要影响太大，做这个给团队在一个新的目标挑战，有一个很明确的财务数字的目标，然后大家以此来发展出各种的策略。是我们提刚刚讲2019年，然后2025年，甚至更早，刚刚一总也提到2008年接班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大的挑战了。那我想所有企业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动，这几年当然是大家感受的更剧烈，不管是贸易战，不管是疫情，各式各样的，未来还有什么在前方，不知道。我有点好奇，有没有可以说失败的经验，或者说策略上你出来，你最后发现也许不是跟我们预想的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然后需要果断做一些转变的这个经验呢？在不管是过去几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不是每一项的产品都一推出这些东西过去发展都是非常顺利。我举例来说车用螺杆这一块因为是在方向机上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零部件，汽车厂那边我们对应大概都是 Tier 1的厂商，这是它里头的 Tier 1的设备商。那汽车的量是非常大，可是相对起来毛利是比较没那么高的部分跟我们做的一些不管是这些半导体设备自动化，或是这些医疗设备等等跟我们的这些销售的模式这些不太一样，后来我们就决定退下来。我可以再补充是，就是刚刚董事长谈到那个车用螺杆其实经营者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反正它就是滚珠螺杆嘛，然后用我们核心的技术去产出、去制造、去研发，应该对我们不难。可是车用螺杆它是很大量的，就是要生产。那这当然生产面等于是我们要投入的，不管是厂房设施设备，然后还有土地所占的面积，你今天的投入，然后占用我们的这个原有的设备它占用太多了，都跟过往不一样。对，可是它的毛利又没那么高，而且它的毛利他们还会逐年下降，因为他们就是这个产业它会有一种逐年都要去降低它的那个采购成本。好，所以这个也会让我们去重新思考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其实很广很大，好像有一个很大希望在前方，可当你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回到理性的这一面，所以这个也不得不要去做就是取舍。那刚刚董事长谈到一个洗澡机器人，刚开始我们是充满了梦想跟理想，因为就是左总裁有一次去开会遇到那个慈济医院的医师，他们谈到说，因为现在未来长照很重要，可是去开发洗澡机器人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不管是长辈或是不方便的人，他们可以很好的洗澡，可是后来发现为什么就是市场就是非常的微小。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每个家庭的浴室都很小，它根本放不进去。我们有一个画面很美好，当我们回到生活的现实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是不可行的。所以这2个产品我们就只好放弃。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包括这个外部的变化，包括企业内部也可能策略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错的时候或失准的时候。在经营上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时刻是让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我在领导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我记得我那时候2008年接总经理的时候，那从2008到2009那个就是世界金融海啸那段期间，我其中有一个晚上，我就印象让我超级深刻。就是之前呢，因为上银科技从1989年创立之后，就是逐渐在稳健中成长，所以我每天下班的时候，不管我多早下班或多晚下班，那个工厂的灯都亮着。可是2008、2009的时候，不管我多早下班，多早的就是多晚的下班，那个工厂灯都是暗的。那个 moment， 我觉得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沉重的时刻。可是我们也只能勇敢往前走。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很想去骑脚踏车去环岛，可是我们总裁就说不行，现在艰难时刻，你必须要在镇守在公司。所以那一次我环岛没有去环岛，我是直到2013年才去环岛成功，完成我65岁的生日梦想。度过危机之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心情的。很懂有没有类似的？我这边我想到刚刚其实有谈到我们的这些车用滚珠螺杆在 close 的时候这个设备都已经建制了可是这个当我们决定要结束这项产品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还蛮舍不得的。到底我停了这项产品对这个整个这个研发整个这些生产线的同仁，或是未来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妥善的去安排？我想这个不得不去做的这个决定，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部分。你刚刚描述其实很动人，就是说当时这个决定之所以艰难，不只是也许某种程度上是面对自己所曾经犯的一个错误，您同时也想到的是团队，就他这个决定影响的不是产品本身，不是企业本身，而是企业内部的这么多的员工，他们同样投入的时间在里面，他们接下来要往哪里走？那我觉得上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们这样谈下来，其实相对是方向很明确，而且不断的往前行，也呼应了我们这个节目《破风者》，就是说它其实要在逆风当中不断的前进。我很好奇你们怎么看，就是说以上银的经历，到底在这个我们讲不管是外在的风风雨雨当中，还是内部有各种的挑战当中，如何去找到一个稳定的核心？你们觉得那个是什么？是不是信的？我想很重好，你就是稳定的核心。好，上银科技一路走来，就是一定秉持这个核心的，就是专注精密加工啦，或者是回流技术，我一定要专注在本业上。我们不会像因为很多上市公司它会有营业额的压力，它可能会去想其他的非本业的一些领域。可是上银科技始终如一，我们就是专注。好，那另外第一个就是持续的创新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创新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只有产品的创新，应该涵盖到经营者思维的创新。因为你经营者的思维有改变，你的服务的方向也不一样。譬如说工业产品一般人谈的都是售后服务，可是我们就很强调售前服务。然后售前服务的能力做出来的话，你就是有可以做design in 啊 spec in 啊，你就可以超前部署。另外一个是制程的创新，不是只有 R&D 的思维而已，是应该是全面性的。但这里面还是需要纪律，是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创新没有办法带来获利的话，那这个创新就是等于是fail，是失效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要就是推跟拉之间，它一定会有个拉扯。然后这个张力的同时，你还是需要一个弹性。那这就是领导跟管理比较付出时间很多的地方。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请两位给很多我们在观看
节目的观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给他们建议，那是不是先请一总来谈？你先讲。好，先讲。我先讲哈。那这个刚刚有说到我想外在的环境一直变化非常大，如何调整好我们自己这个企业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等等这些体制的部分，就变得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弹性应对在组织内在这个外在的这些环境变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注意的事项。是，那是我吗？我可以拿道具吗？今天特别有带道具来。你等一下配合我。这是什么？就是我谈到这个话，我想要就是说给所有的就是企业界的朋友们一些鼓励，叫做广结善缘。我们一般讲广结善缘，好像只有是人的人际关系。可是我在这里，我想希望说，我应该是整个除了员工的照顾之外，就是那个上中下游整个价值链的体系里面，我们是应该要去广结善缘的。那所以我想鼓励所有的企业界的朋友，其实你现在经营一家企业，事实上是扮演着社会的责任，然后也照顾很多的员工，然后让这个社会跟产业的发展。所以其实我们都在扮演一个破风者的角色，就是要让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安定，是产业安定，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所以我现在想要用我们的第一个产品。非常经典的形象，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滚珠螺杆，然后它这个螺帽跟螺杆那我们把这个产品把它做成文创产品，那它是一个手电筒。我是要期许大家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为这个产业，为台湾的产业点亮未来。我想今天的破风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是打第一棒嘛希望我们的第一棒可以真的帮助大家，然后鼓励大家一起点亮未来。这样子。今天非常谢谢卓永恒董事长以及蔡慧清总经理的分享，跟我们谈了很多从上瘾的经验出发我们谈了企业的拟定策略之后怎么样稳定的前行包括企业内部的沟通、跨文化的沟通以及人才的培养，非常非常精彩，也真的是体现了破风者的这样一个精神。非常谢谢两位。从卓董和一总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了3个关键词：坚定心态、沟通智慧与创新毅力。这不只是一家企业的心法，更是每一位领导人在变局当中想要持续拓荒的必修课题。在全球产业风雨交加的年代，上银科技的故事提醒我们，领导并不只是做出决定，更是要能够带领团队穿越不确定的风险。从果断撤退到精准创新，从跨国沟通到在地生根，上银科技用行动证明，真正的转型不是转向，而是坚持走在对的路上。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破风者，我们持续前行，成为改变战局的人。